第 N 次去图书馆自习没抢到位置后，我打电话给了暗恋我的病娇学弟，能把你为我准备的囚禁室提前借给我用用吗？病娇学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，我没见什么囚禁室。我笑了，别装了，你见囚禁室的那几天，我一直在附近监工呢。电话那边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，连少年原本清浅的呼吸声都没有了。我等了等，还是没忍住开口提醒，你可以呼吸的，别憋死了。电话那边终于有了动静，几秒后传来学弟低哑的声音，谢谢，还怪礼貌的。虽然不知道有哪里好谢的，我想起囚禁室，再度征询起学弟隋东升的意见。马上要毕业了，我手头上有双学位的2篇毕业论文要写，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。我觉得你给我准备的囚禁室就很不错，所以能提前借给我用一下吗？我真的挺需要的。隋东升，好，我这次不假装你没见囚禁室了。隋东升，对不起，认错倒挺快，声音也很好听。我笑笑，没再继续逗他。隋东升，你现在就要来吗？我知道地址在哪，现在就打个车过去。隋东升，我开车送你吧，这样方便一点。别告诉我，你现在就在我附近看着我。对不起。行了，别道歉了，你在哪？请回头。我转身向后望去，正好看见隋东升从不远处的树后走出。少年身高腿长，穿着黑色卫衣，戴着一顶鸭舌帽，眼眸掩在睫毛和帽檐的阴影下，看不分明，而露在外的下半张脸白皙精致，犹如瓷玉，美色惑人。我眼前闪过的却是一片红，浓郁的血腥味破开记忆的闸门涌入。再回过神，他已经站到我面前，很乖的低着头。我的视线落在隋东升的鸭舌帽上，忍不住挑眉，这款帽子我好像也有类似的。他不敢看我，声音很轻地道，我故意找人设计的仿情侣款。少年人的心思真的是有意思啊。我视线下移，落到隋东升的手上，这是一双很漂亮的手，白净修长，骨节分明，此刻却不合时宜地轻颤着。你很紧张？没。他下意识否认，话刚说出却又改口，有点。说完他抿了抿唇，似是有些懊恼于自己的不争气。你的车在哪？我问。地下2楼停车场，带路。好。隋东升开的车是迈巴赫，还是那种一看就很贵的款。我其实不太会分辨豪车标志，但迈巴赫这2个 M 交叠着像粽子一样的3角车标是例外。9年前我刚上初中，我生物学上的父亲就曾经开过一段时间的迈巴赫，但他不是车主，而是车主的司机，月薪3万，上午休2。我其实一直到现在都非常不能理解，像他那样哪都不行，驾车技术也一般的人渣，怎么会找到这么好的工作？好在他干了1个月后就被辞了。怎么啦？见我站在车前不动，隋东升忍不住出声询问，是我的车有问题吗？我摇摇头，车没问题，我只是回想起了一些糟心事。见我不打算细说，隋东升也没有多问，只很体贴的为我拉开副驾驶的车门，怕我磕到，手还细心的扶着车门顶。我没扭捏，直接坐了进去。隋东升绕到驾驶座那边上车，系好安全带后，他把手搭到方向盘上，却没立刻开车，反倒扭头看向我。你怎么知道我给你准备了？隋东升顿了顿，到底还是没能把囚禁室这3字说出口。他为自己曾经起过的卑劣心思而感到可耻，于是难以启齿。我看透了隋东升的心理活动，却明知故问。囚禁室？他的头更低了，像一只害怕被主人抛弃的小狗。我忍不住伸手挠了挠他的下巴，刹那间他整个身体都僵住。我收回手，懒洋洋地笑起来。我以为你会更好奇我为什么没选择报警，而选择了监工。为什么？他顺着我的话追问，我却没再回答。车里突然就安静了下来，时间1分1秒过去，隋东升鼻尖上渐渐浮出了一层薄汗。不想说也可以。他开口，声音艰涩，小心翼翼，别生我气，别讨厌我。没生你气，我只是不知道该从何说起，因为我本应该半年后才知道这事。在你的葬礼上，3天前，我站在图书馆1楼大厅中央，缓缓睁开眼，头晕、目眩、耳鸣一起袭来。有那么一瞬间，身边如潮的人流像极了文艺电影里模糊的影像，而我与之格格不入。身体的不适感消退后，我依旧心神恍惚，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算什么，重生。可在未来的那场车祸里，死的人只有隋东升，而我因为被他护着，成功活了下来，还能坐轮椅去参加他的葬礼。做梦？不会有这么真实的梦。梦具有不连续性、不协调性以及认知的不确定性，而这3大特点没有一个与我的经历与记忆相符合。细究过后，我想我大概属于穿越，从半年后穿回现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脑海里闪过一个又一个画面：隋东升躺在血泊里的身体，隋东升墓碑上的黑白照片，以及隋东升的暗恋日记。穿回来前，我刚从隋东升的母亲手里接过它。日记的封面由上好的牛皮制成，上面刻着8个字：视身如燕，从可爱生。翻开第1页，入目便是我的名字，是隋心。到了。隋东升的声音响起，将我从记忆中唤回神。我抬眸，发现车子已经开到了郊外的山上，停在了一栋奢华而不失雅致的独栋别墅前。我扭头看向隋东升，你是会挑地方的，这里花木掩映，景色宜人。隋东升被夸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又实在开心，唇角不自觉向上弯。我慢悠悠补充，利于藏人。可隋东升被空气呛了一下，我忍不住笑起来，逗这人可真有意思。下一秒，视线不经意间扫过隋东升露出来的一截手腕，少年腕骨性感，带着一串银灰色的手链。我眸光一顿，这串手链是我之前丢的吗？是。隋东升点头，见我神色微凝，又立刻紧张起来，小声道：对不起。我沉默2秒，直接喊了隋东升的全名。隋东升，对不起是你的口头禅吗？不是。那你怎么这么喜欢和我说对不起？明明这个世界上最不该和我说对不起的人就是你。隋东升垂着头，明明是1.8米多的大个子，却像个犯错的孩子般等待着惩处，因为我做了不好的事。什么不好的事？
是怕我有危险，一天到晚跟着我，像个变态似的。但除了今天之外，从不主动靠近我10米之内，还是想把我囚禁起来。囚禁室建得又大又好，堪比5星级总统酒店套房，却压根不敢付诸行动。隋东升，我捡到了你的手链，一直偷偷收着，没还给你。隋东升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我却越来越想笑。你留着吧。隋东升猛地抬眸望向我，整个人受宠若惊。可以吗？我冲他点点头。可以，送你了。隋东升笑起来，像是从我这儿得到了什么举世无双的珍宝。一双漂亮的桃花眼，哪怕被帽檐阴影遮了一半，依旧可观其潋滟，动人至极。见隋东升这反应，我懒洋洋单手托腮，打趣他：你这样会让我觉得你为我准备囚禁室，是想让我反过来囚禁你。隋东升看了我一眼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耳根瞬间红透。如果你想要，也可以。建议不错，我考虑考虑。囚禁室建在地下，但光线却很不错。我一步步走上台阶，迈进奢华又精致的金笼里，仰头望向天花板中央镶嵌着的蝴蝶形状玻璃，金色的阳光穿过蝴蝶透明的巨大翅膀洒落下来，如梦似幻。喜欢吗？隋东升站在我身后问，声音有些忐忑，像一个初出茅庐的室内设计师，正等待着来自甲方金主的评判。我点头，这么美的设计很难不喜欢。听见我的回答，隋东升松了一口气，你不讨厌就好。隋东升又为我介绍，下雨天和下雪天，从这里往外看也很美，还有天气好的夜里，一抬头就可以看到璀璨星河。我轻叹，很浪漫。隋东升下意识附和我，是很浪。他话还未说完，我便转身望向了他，似笑非笑。夜里我们躺在金笼里彼此缠绵的时候，仰头看到这满天星河，应该会更浪漫。闻言，隋东升的脸瞬间红了。见状，我笑意不减，朝隋东升勾了勾手。他有些疑惑，但没犹豫，很乖地弯下身子。我唇瓣贴近他耳侧，手指点上他心口。我的大设计师，你在设计的时候，难道没有这么幻想过吗？我将隋东升推倒在床上，金笼将我与他一起囚住，成了一对无法逃离的比翼鸟。隋东升呼吸渐重，却毫不反抗，任我施为。少年如鸦羽一般的眼睫颤抖得厉害，脖梗和锁骨都染上了绯色，真是秀色可餐。我坐在隋东升腰上，正要进行下一步动作，忽然一道电话铃声响起，暧昧气氛被打破。我和隋东升不约而同地皱了下眉。我拿过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是一串陌生号码。我接通电话，一道醉醺醺的男声立刻从手机里传了出来：你老邹没钱了，快点打钱过来。是肖礼超，我生物学上的父亲，一个顶级人渣。肖礼超不是第一次朝我要钱了，当然我一次都没给过，正如他从来没有给过我抚养费一样。我正要习惯性的回一个滚字，然后挂断电话，但我看了隋东升一眼，心念一转，直接按下了免提。别跟我说你没有钱，你在学校里多打几份工，再少吃少穿点，不就有钱了？还有你弟弟他脑子聪明，但成绩不太好，今年高考估计只能考上专科，到时候你得出钱送他上最好的民办本科。他日常的生活费你这个当姐姐的也要出。肖礼超的声音本就粗粝又难听，酒醉后没礼貌的大嗓门更是糟糕。隋东升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黑了下来，像酝酿着一场暴风雨。肖礼超却还在作死，赶紧把你老子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，现在老子给你打个电话还要借别人手机，你这个不孝女。不孝女这3个字落在我耳朵里不痛不痒，落在隋东升耳朵里却能激起千层浪。他这个人向来听不得别人说我半句不好。我在心里给肖礼超点了根白色蜡烛。肖礼超完了，隋东升在其他人面前可没有在我面前这么乖。肖礼超尚不知道自己惹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还在电话那边不依不饶。对了，是隋鑫，你赶紧把名字给我改回来。你是我女儿，怎么能跟你妈姓氏？自古以来都是隋父姓，隋母姓的都是不守祖宗规矩的罪人。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踩2块雷，除非他是肖礼超。一句话不仅骂了我，还骂了隋母姓的人。很巧，隋东升就是隋母姓。隋东升和他母亲虽然因为性格原因不怎么亲近，感情却并不差。还有隋鑫，这什么垃圾名字，不伦不类的，哪里有你刚出生时我给你取的招娣寓意好？招娣招娣，招来弟弟，我是为你好，让你后半辈子能有个弟弟。我冷声打断肖礼超的话，像你这样的封建尸体就应该好好躺在棺材里，别出来开口说话了，嘴臭。另外，娣是妹妹的意思，招娣就算要招，也是招妹妹，可招不来你那晦气的儿子。肖礼超大怒，我嫌弃，没文化就多看书，看不进去书就上吊，少发酒疯。话落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又反手将这串号码拉入黑名单。我改名为是隋鑫后没多久，我妈就胃癌去世了。我躺在隋东升怀里，把玩着他的手指，随口谈起过往。我妈去世那天，我本来想跳河自杀的，却阴差阳错救了个也想要跳河自杀的男生。隋东升听到这里，眸光微动，我没留意，垂着眸继续道：说来可笑，我明明自己也想死，却在看到有人跳河时，第一反应是下去救人，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人。隋东升轻声开口，说我妈把我养得很好。我回他，隋东升却摇头，再善良的父母也有可能养出不善良的孩子。你很好，是因为你本身就很好。我笑了，仰头望向隋东升，我感觉你对我滤镜很深，是吗？隋东升也笑，我感觉我只是实话实说。少年眉眼微弯，唇边笑意轻绽，似冬日里开出的第一枝梅。我突然就有点想吻他。接下来几天，我一直住在隋东升这里，日子过得比预想中还要舒适。我写毕业论文时，隋东升从不会来打扰，但我休息时，他总会出现，送水果，送奶茶，送各种各样的小礼物，体贴入微，关怀备至。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更是一个不漏。这天夜里，隋东升说他有事要离开2天，邀请我在他走之前一起吃一顿烛光晚餐。我知道他口中的事是去收拾肖礼超，于是欣然应允，却在瞥见桌上摆着的红酒时没了胃口。我不喝红酒。隋东升动作一致，我记得你今年元旦还和室友们聚在一起喝了红酒，那时喜欢，但现在已经不喜欢了。我接话道，为什么？隋东升问。我没回他，为什么不喜欢？因为
红色的液体太像血了。我闭上眼，记忆里的血腥味直往我鼻子里钻，熏得我想要干呕。那都是隋东升的血。见我不想解释，隋东升垂眸，压下心里翻涌着的种种思绪。抱歉。他有些手足无措。见状，我一颗心不自觉软了一下。我轻吸一口气，调整好情绪，冲他笑了笑。没事，是我个人问题，不用担心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能麻烦你帮我换一杯白葡萄酒吗？接收到我的安抚信号，确认我真的没事，隋东升肉眼可见的松了一口气。换一杯白葡萄酒而已，不算麻烦。顿了顿，他又望着我，极认真地道：只要你需要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吃完烛光晚餐，夜已深，隋东升带着一队保镖打手出门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忍不住出声喊住他：隋东升！他回头望向我，我明明有很多话想说，但在这一刻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顿了顿，我只莞尔笑：小心点，别受伤。隋东升走后，我也开始收拾行李。萧礼超这个人渣要倒霉了，我怎么能不去看他热闹？然而，我刚出别墅就撞到了隋东升的母亲。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，留着过耳一寸的齐短发，看起来又冷又飒。而与她过人的外貌比起来，更亮眼的是她常年位于国内富豪榜前10的财富与地位。你好，我是隋东升的母亲。隋东升的母亲主动朝我伸出手，我愣了愣，礼貌伸手回握。阿姨，你好，我是隋鑫。我对隋东升的母亲印象极好。上一世，隋东升为救我而死，我也受了重伤，躺在医院。母亲早已病逝多年，萧礼超不闻不问来照顾我的，除了朋友，便是隋东升的母亲。她年过40，失去了独子，不仅没有怪我，反而百般安慰我，怕我因为那场血腥的车祸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，甚至主动帮我找来心理医生。她说，如果人死去后还有灵魂可暂留世间，那隋东升一定会担心我，而她这个做母亲的，希望隋东升能安心。此刻，隋东升的母亲上下打量了一番我，见我毫发无损，明显松了一口气，看来她还没做出什么过分糟糕的事。她口中的她，显然是指隋东升。我下意识开口替隋东升说话，他很好。隋东升的母亲望着我，笑了，却又轻轻摇头，问我：你知道这2天他一直在事无巨细地调查你吗？闻言，我淡定点头，猜到了。隋东升要去对付萧礼超，自然会调查我和萧礼超之间的事。我那天按下手机免提键，就知道他会这么做。准确来说，是我故意暗示他去这么做的。见我这样平静，隋东升母亲脸上的笑容反而渐渐散去。隋东升是亲自调查你的，没有假手他人。地下那间囚禁室也是他亲自设计、亲自施工的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我表情不变，望向隋东升的母亲，代表他对我的占有欲已经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。隋东升的母亲深深地望了我一眼，颔首：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，既然你这么清楚，就应该知道，过度的占有欲会催生毁灭欲。隋东升是我的儿子，我很了解他，他并非一个正常人，而是一个疯子，或者说一个病人。我皱起眉，正要反驳，隋东升的母亲却抢先一步俯身，在我耳边轻叹：我曾经和他一样，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疯子，一个病人。我想告诉并提醒你的是，哪怕你现在看着他很好，但他从来不是无害的，他只是在你面前克制得很好，隐而不发。但将来的某一天，他会伤害到你，哪怕那不是出于他的本意，到时候汇聚起来的压抑和痛苦，必然是你们2人都无法承受的。隋东升的母亲说到这里，顿了顿，又重新站直身体。她拿出写有他私人联系方式的名片，递给我。如果哪一天你想要逃离他，可以随时来找我，我会帮你。她口中说着帮我，眼眸却似乎在透过我看另一个人，最后望了我一眼。她驱车离开，车速极快，仿佛一阵自由而无情的风，将红尘种种都尽数抛到脑后。旧城，时近黄昏，我拿着望远镜坐在天台上，关注着远处。隋东升单手将萧礼超从车里拽了出来。萧礼超摔在地上，狼狈不堪，想要求饶。隋东升轻飘飘一个偏头的动作，便由打手从他身后走出，将萧礼超拖进了巷子里。我站起身，坐电梯下了楼，朝巷子走去。巷子破败，位于老城区，一直待拆迁，两边早已没了住户。巷子里，萧礼超目光惊恐又疑惑地望着隋东升。你是？隋东升没搭理他，朝身后伸出手。一名打手上前，态度恭敬地递来一副手套，既能防脏污，又能防留指纹。萧礼超瞥见这打手的脸，想起就是一惊。是你？那辆迈巴赫真的不是我弄坏的？你当年不是都说不计较了吗？打手不敢擅自接话，偏头看向隋东升。隋东升笑了，只是笑意丝毫不打眼底。萧礼超，我当初让人给你好工作，是为了让你照顾好他，但很显然，你没照顾好。我站在巷尾，借着墙遮掩身形，听到这话，忍不住抬眸望向隋东升。当年那辆迈巴赫居然是隋东升的。隋东升垂着眸，慢条斯理地给自己戴上手套。萧礼超，你该庆幸，我当初顾忌着他的心情，没有调查他身边的人，不然凭你做的那些恶心事，你不可能全虚全意地活到今天。萧礼超预感到不妙，瑟瑟发抖，身子往后缩，可已经晚了。下一秒，他的脖子便被隋东升掐住。现在知道怕了。电话里你不是很能说吗？隋东升声音清冷淡漠，落进萧礼超耳中，冻得他打个哆嗦。隋东升慢悠悠地问：你让谁多打工，少吃穿，赚钱给你和你儿子呢？萧礼超牙关打颤：我女儿。隋东升，你女儿？可我听你不是这么喊她的。萧礼超，我。隋东升加重了手中的力道。谁不孝？萧礼超张了张嘴，已然说不出话来，呼吸困难。是随心，事事随心，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。你觉得不好，是不希望他事事随心称心。隋东升说着，忽然松开了掐着萧礼超脖子的手。萧礼超捂着脖子，大口喘息，剧烈咳嗽。隋东升轻嗤一声：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让他不顺心？隋东升面无表情的伸手扣住萧礼超的头，往墙上撞去。一声让人头皮发麻的闷响传来，萧礼超痛呼出声：你在妻子孕期出轨。隋东升扣着萧礼超的头，又往墙上撞去：你重男轻女，不养女儿。再撞！
你酗酒嗜赌，去前妻工作的地方大闹，将前妻打进医院，又逼着前妻带着刚满2岁的女儿搬到人生地不熟的隔壁市讨生活。隋东升每说一句，便扣着肖礼超的头撞一下墙，鲜红的血液流到他的手上，他浑然不觉，眉眼戾气深重。站在一旁的打手们原本还很镇定，此刻却都变了脸色。再这么撞下去，人会死的。隋东升，听到我的声音，隋东升理智回笼，身体僵住。我走向隋东升，隋东升下意识将染血的手藏在身后，又顺便把一身血的肖礼超也挡住。隋东升望着我，神情不自然地问：学姐怎么来了？原本是来欣赏肖礼超的惨状，现在是怕你做出不可挽回的事，把自己折进去。我在隋东升面前站定，让开。隋东升抿了抿唇，他身上有很多血，我需要看看。见我坚持，隋东升还是让开了位置。我走到肖礼超面前蹲下，血腥味熏得我头晕脑胀，恶心想吐。见我表情难看，隋东升想伸手拉我，但他手套上还有血，我头也不回，把手套摘了。隋东升立刻乖乖低头摘手套。我强忍不适，简单查看了下肖礼超的情况，还好不算太糟，隋东升并未完全失了分寸。于是我伸出手，毫不犹豫地又给了肖礼超一耳光。母亲生前从未和我说过肖礼超曾将他打进医院的事，如今我从隋东升这里知晓，作为女儿该替他出一口气。突然响起的巴掌声格外清脆，站在一旁的打手们都被惊住，没料到我刚制止了隋东升，自己就开始动手打人，于是齐齐扭头望向隋东升，想看隋东升的反应。隋东升望着我，嘴唇微抿，乍一看似有不悦。我站起身，拿出湿纸巾擦手。隋东升忍了忍，还是没忍住关心询问：手疼不疼？打手们：不疼。我擦完手，转身要离开，手臂却被隋东升拉住：别走。他声音有些颤抖。我叹口气，回头看他，晃了晃手里的湿纸巾。我只是打算将它扔进那边的垃圾桶。哦。隋东升松了口气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松开手。我将湿纸巾扔了，转身折返。隋东升将我拥入怀中，抱得很紧，仿佛要将我嵌入他的身体。我还以为你生气了。气什么？我有些想笑。气你带人揍了肖礼超。我那天开免提就是想让你收拾他。气你手上沾了血。我是不喜欢血，不喜欢红色的液体，可你没受伤就好。我抬起手揉了揉隋东升的脑袋。我永远不会生你的气，因为我知道你有多爱我。那辆迈巴赫是我弄坏的，为了报复肖礼超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和隋东升说起这事。隋东升嗯了一声，毫不在意地笑了。我知道，一辆迈巴赫而已，坏了就坏了，你开心就好。我望着隋东升，想起那本只看了第1页的暗恋日记，忍不住问：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我？隋东升脸红了。10几秒后，机场到了，车子停下，我仍等着隋东升的下文，余光却不经意瞥见车窗外走过的一个人影，是上一世开车撞我，却害得隋东升没了命的男人。我猛然变了脸色，一把抓住隋东升的手。怎么啦？隋东升忙问。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，指着窗外走过的男人，对隋东升道：那个人。隋东升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，是肖礼月。你认识他？我诧异地看向隋东升。隋东升点头，他是肖礼超的儿子，他母亲是曾经插足你父母婚姻的那个小三，生他时难产死了。谢谢你没说他是我弟弟。隋东升，我知道你不爱听这话，他也不配当你弟弟。我仔细打量起窗外的肖礼月，这人论年龄只比我小1岁，但看起来却老很多。我10多年前见过肖礼超儿子一次，没记住他的名字，只记得他是个黑胖子，怎么现在变了这么多？隋东升为我解惑，他整了容，打了美白针，做了抽脂手术，又跟着肖礼超一起爱上了酗酒赌博，毒瘾一犯便熬夜玩，时间一长就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我看着隋东升，想起上一世肖礼月撞人时那癫狂恍若嗑药的场景，我感觉还有很多和肖礼月有关的恶心事，你没告诉我，我怕脏了你的耳朵。他所做那些的恶心事，可以把他送进牢里吗？我忍不住问。隋东升有些诧异地望了我一眼。你想让他坐牢？我点头，又强调非常想。好。隋东升没问我原因，只说那就提前送他坐牢。因为隋东升这句话，我的好心情一直持续到下飞机时。随心，好巧啊，在这里遇见你。高中时关系不错的同班女同学笑盈盈地冲过来抱住我，我却忽然想起隋东升母亲先前和我说过的话，下意识偏头望向隋东升。少年穿了一身黑，目光落在女同学抱着我的手上，神情冷郁，危险而有攻击性。我沉默2秒，为安全起见，用巧劲拉开和女同学的距离。见到我这动作，隋东升先是眉眼舒展，随即意识到什么，微微愣住，抬眸对上我的视线。隋东升嘴唇轻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后什么也没有说。再回到囚禁室，竟恍惚中有回到家的错觉。我偏头，正准备和隋东升感慨，却见他接了个电话后，面色微变。怎么啦？我问。我妈找我。那你去吧。我想起那本暗恋日记，又对隋东升道：我想上楼逛一下你的书房，这栋房子你想逛哪里就逛哪里，书架上的书也都可以看吗？可以。见隋东升点头，我笑起来。好。隋东升走后，我径直上楼，进了书房。刚从书架上拿下那本恋爱日记，还没来得及翻看，便透过身旁巨大的落地玻璃窗，望见了楼下池边坐着的2人，正是隋东升和他的母亲隋风起。距离有些远，还隔着玻璃，我自然听不清他们的交谈，但我会唇语：隋东升，你该做出选择了，在事态尚可控制时，放过是随心，或者放过你自己。隋风起开口，神色冷淡如山巅之雪。读出这句话，我瞳孔微缩。隋东升脸色更是难看。未来的某一天，是随心和任何人或物走得近一点，你都会吃醋，继而难过、懊恼、痛苦，最后疯魔。隋风起望着隋东升，表情怜悯，因为你眼里的情敌不分性别，不分种族，甚至不分死活。他哪怕只是在看一朵花，你都会生出想要摧毁整座花园，让他的视线重归你身上的可怕念头。隋东升手指掐进掌心，唇色发白。母亲说的话是他曾经经历过的过去，也是他可以望见的未来。他无力反驳。
隋东升，你比我更清楚你自己的缺陷，所以之前你一直有意和他保持距离，但现在你越界了。隋风起叹息一声，眸中哀色更甚。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不希望你走上和我一样的路，然后和我一样追悔莫及。我已经失去了我爱的人，你也想失去你爱的人吗？隋东升的母亲说完，不顾隋东升越来越难看的脸色，起身便要离开，却被隋东升出声喊住：妈，爸一直是爱你的，我知道他爱我。隋风起摇头，可他不开心。隋风起转身望着隋东升，神色悲戚。如果他遇见的是现在的我，他会过得更好，我们也会更幸福。一个人的世界里，如果只有另一个人，那就不是世界，而是痛苦的囚笼。你若爱他，应该给他快乐，而非痛苦；给他自由，而非囚笼。隋风起走后，隋东升一个人坐了很久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隔着玻璃也看了他很久很久，心绪复杂。收回视线时，手指不自觉抚过日记封面上刻着的8个大字：依依，视身如燕，从可爱生。这句话出自维摩诘所说经，有很多种解释。隋东升刻下这句话时，又在想什么呢？我翻开隋东升的恋爱日记，看到了第2页：20某某年 X 月 X 日，星期6，晴。父亲终于去世了，他曾对我说，死亡会是他的解脱。可临死之前，他还是想见我母亲。我不明白，这1年里，他们每次见面都在互相折磨，空气里充斥着疲惫、难过与痛苦。我拿着父亲的骨灰走到河边，父亲说他和母亲在这条河里定情，让我把他的骨灰撒进去。我照做了，可或许重度抑郁是会传染的。我跳进了河里，想要寻求解脱，然后被人救上了岸。救我的是一个女孩，她问我为什么要自杀，我说我没了父亲。她说很巧，我没了母亲，也是来求死的。我问她还想不想死，她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往后她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，所以她不死了。那我也不死了吧，免得坏了她的功德。20某某年 X 月 X 日，星期天，多云。我又见到昨天那个女孩了，她在捡垃圾，怎么过得这么惨？救了我的功德还没有加到她身上吗？我让司机把车子开近，听她和她的小伙伴聊天。她说，我本来想把自己名字改成死地的，到了派出所又反悔了，不想为了恶心的人毁了自己的名字。她的小伙伴问，为什么要叫随心呢？这听起来不太像我们女生的名字。她说，我很喜欢随心这2个字啊，随心所欲，随性称心，多好。我也觉得这是很好的名字，祝她永远随心所欲，随性称心。2022X 年某月 X 日，星期2，晴。下楼梯时刚好和她走到了一起，人很多，她被撞了一下，险些摔倒。我拖住她的手腕，滴滴滴道了声小心。她看见了我身上穿着的迷彩军训服，笑着回我，谢谢你啊，学弟。这是自那年河边后我们第一次对话，时隔许多年，她没认出我，而我已再一次第无数次为她心动。2022X 年某月某日，星期3，晴。决定给这本日记刻个名字，就取维摩诘所说经里的这句：视身如燕，从可爱生。我之身如火焰一般炽热短暂，从对爱的妄想中滋生，而这爱永不止息。我坐在隋东升的书桌前，将这本日记捧在手心，一页又一页的往后翻。日记里，隋东升对我的关注与日俱增，从一开始对一个萍水相逢却境遇相似的救命恩人的正常留意，到后来的喜欢，每一点变化都有迹可循，无法忽视，不容置疑，像水滴汇成江海，震撼至极。而此刻，书房静谧，只剩下我的心跳声和不知何时流下的眼泪。上辈子，隋东升就是带着这样满腔的爱意为我赴死的，可他到死都没有等到和我的下一次对话。我刚将手中这本暗恋日记放回书架，隋东升便走了进来。我抬眸仔细观察他的神色，却什么也看不出来。隋东升望着我，忽然开口，今晚你住楼上主卧吧，我睡客房。我微微蹙眉，理由？隋东升垂眸，我觉得地下那间房不好。我沉默2秒，点头。确实，再漂亮的金屋也不能掩盖它最初就是个囚禁室的事实。闻言，隋东升脸色发白。在他说对不起前，我抢先问，你打算拆了它？我会将它封起来。挺好的。我偏头望向窗外，天空乌云密布，要下雨了呀。夜里电闪雷鸣，我从噩梦中惊醒，出了一身冷汗，鲜血染红了视线，血腥味涌入口鼻。撞击声、刹车声、惊呼声全化作噪音响起，刺激的耳朵嗡鸣。我剧烈喘息着，恍若一条上岸后没了水源而濒死的鱼。隋东升出车祸那天也是这样一个雷雨夜。我抖着手拿出手机，想给隋东升打电话，隋东升却像是料到我此刻状态不对，先一步将电话打了过来。等我马上到，别挂电话。隋东升说到做到，速度极快，没一会儿便出现在了我面前。他坐在床边，弯腰伸手探我额头，微松一口气，还好没发烧。说完又给我倒了一杯蜂蜜水，扶我坐起身，喂到我唇边。少年侧脸温柔，声音也温柔，睡吧，我在旁边守着你。我望着他，一颗心忽然就定了下来，又无端生出痒意。隋东升，我想睡你。闻言，隋东升的脸飞速覆盖上一层绯色，可他望向我说出的话却是随心，在你心里我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一怔，这才发现今夜的隋东升与先前的他并不相同。少年依旧容易害羞，眉宇间却多了几分沉静。隋东升定定地看着我，追问，是一个和你心意可以倾泻欲望的追求者，还是一个让你愧疚又感激的救命恩人？我惊愕地望着隋东升，你……隋东升逆着光，脸上神色晦暗不明。这几天你对我的态度一直很奇怪，好像预设了一个要对我好的初始条件，可我什么都没做。从你在图书馆主动打电话给我的那一刻，我就发现了不对劲，但我不愿意点破，因为你对我的亲近像美梦一样珍贵又虚幻，我怕一旦点破就会失去。今夜风雨大作，我梦到了一些本该在未来发生的事，才猛然醒悟。我一直遥望的天上月为什么会落到我面前？可月光洒落在我身上，是因为垂怜我，还是因为喜欢我，或者爱我？
随东升说到这里，顿了顿，看向我，你爱我吗？我陷入了沉默。我爱随东升吗？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喜欢。我可以肯定现在的我喜欢随东升，但有没有多到爱的程度，我无法确定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随东升开口替我回答，你不爱我，你最开始只是垂怜我，后来这份垂怜变成了喜欢，可你从头到尾都不爱我。随东升嗓音干涩，我听着忽然就很难过。我会爱你，我向他承诺。随东升却摇了摇头，可这对你并不公平。现在的我不配得到你的爱，我卑劣、阴暗，不似正常人，而你善良、美好、光芒万丈。随东升伸手轻轻抚上我的脸，我希望你爱我这个人，而不是因为我救了你，我爱你而感恩我、可怜我。如果只是因为被人爱、被人救，就要和他在一起，那将来若有一天你遇到了危险，我不在你身边，有别人救了你，那个人比我更爱你，各方面也比我更优秀，又该怎么办呢？到时候你爱他，我会难过，可你如果为了我而不爱他，我又会替你不值。随东升很认真地说着，几乎将他整颗心都拨开了给我看，我无法不动容。不会有人比你更爱我，我说。随东升忽然笑了，会有人的，但不是别人，是以后的我。母亲让我离开你，因为她怕我会毁了你，又毁了我自己。可她不知道，在见过她和我父亲的悲剧后，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我并不是只有放开你这一条路可以走，我还可以改变我自己。我想要站在光下拥抱你，而不是让你走进阴影里拥抱我。我不希望你向下兼容，我会向上走，走到你面前。我是被你吸引着，一步步爱上你的。我希望将来的你也是这样。我希望你能真的爱上我，然后永远爱我。我不知道我需要多久才能够让自己变成一个正常且优秀的人，但请你等等我，你值得最好的，所以我要成为最好的。随东升说完，静静地等待着我的答复。我将头埋进随东升怀里，听到了他肋骨般的心跳声，也听到了自己的。于是我说，好。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只能在饭点看到随东升，他变得非常忙碌，书房里摆着的心理书籍也越来越多。我的双学位毕业论文也写得很顺利。毕业答辩这天早上，我醒来推开窗户，就看到了窗台上摆着的花，随东升送的。这段时间他每天都送，和早安、午安、晚安的问候一样，从未少过。毕业答辩很顺利地结束了，我的2篇论文都被评为优秀。离校时，一群同学和我打招呼，关系亲近的室友们更是挨个向我道喜，玩笑般的让我请客。在这一片热闹中，我抬眸看见了随东升，然后怔住。少年穿着白色的衬衫，没戴帽子，站在光下，气质依旧清冷，却少了几分带有毁灭性的阴郁。和那天从图书馆的树后阴影处走出来的少年相比，变了很多。我挤出人群，走到随东升面前站定。随东升望着我，忐忑又紧张。几秒后，他忽然开口，可以给我一个正式追求你的机会吗？原来之前的剖心告白和每日送花都不算正式追求吗？我以为你会直接问我愿不愿意做你女朋友。我有这么想过，但我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，我还没有好好追你。我要继续每天给你送花，我要邀请你一起去游乐园，一起去看电影，我要邀请你一起去爬山，一起去看海，我要邀请你一起去等日出，一起去守日落。我要你享受被我追求的过程，期待和我恋爱的篇章，然后再问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。说到这里，随东升顿了顿，望向我，所以可以给我一个正式追求你的机会吗？当然可以。我笑起来，追我吧，随东升，我好像真的要爱上你了。全文完。